就在2026年的4月，赖清德总统原本计划要出访史瓦蒂尼，没想到就在起飞前的14小时，飞航许可证竟然被撤销了。这绝对不是什么单纯的技术失误，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外交战争。大家听过芝加哥公约吗？这是国际民航的最高准则。虽然每个国家对领空都有绝对主权，但主权是用来保护安全的，不是拿来当作外交勒索的筹码。这次赖总统出访受阻，背后其实是中共在搞鬼。他们对塞西尔、马达加斯加、摩里西斯这3个非洲国家强力施压，这不只是在挑衅台湾，更是对国际规范的践踏。中共想告诉全世界，只要我有钱，我连别国的天空都能买断。你可能会好奇，为什么这些非洲国家愿意乖乖听话？因为他们正处于经济窒息的状态。北京直接祭出了3招狠：撤销债务豁免，停止继续融资，进一步加码制裁。当一个政权缺乏文明精神时，他给出的每一分钱，其实都标好了主权的价格。这3国的案例给台湾敲响了警钟。如果我们的经济只能依赖独裁者的善意，最后连我们领空的通行权都会赔进去。说来真的很讽刺，中共一边在非洲挡下台湾总统的飞机，另一边却在北京大演会台戏码。就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北京，见了习近平之后，中共立刻抛出所谓的10项会台措施。这些措施看起来很诱人，对吧？恢复观光、农产品通关，甚至还要帮金马盖大桥。但你有发现吗？他们完全绕过我们民选的政府，只想直接跟在野党谈。这本质上就是对台湾民主的极度蔑视。他们想营造一种只有听北京的话才有饭吃的假象。这种跳过程序的红利，跟他们对付非洲国家的经济手段如出一辙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要瓦解我们民选政府的自主性，逼我们投降。中共最擅长把经济交流当成武器，过去的石斑鱼和凤梨就是最好的例子。2021年，他们突袭禁运凤梨，以为台湾会因此怕赔钱就跪下求和。但台湾人很有韧性，在政府努力和国际友人的支持下，我们成功转向日本市场。到了2025年底，台湾凤梨的出口结构已经彻底翻转。以前销往日本的比例不到10%，现在居然飙到超过90%，而且今年初的成长率还比去年同期又提升了将近13%。这不再只是短期支持，而是台湾农产品靠实力在文明市场站稳了脚跟。这证明了一件事：当我们走向世界，只要产品够好，意志够坚定，我们根本不需要跪着挣钱，我们完全可以在平等、尊严的基础上跟全世界做生意。非洲3国的处境告诉我们，依赖独裁政权的经济援助，最后连领空、连主权都会赔进去。凤梨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走向世界，坚持尊严，这才是台湾长久生存的唯一道路。台湾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，最重要的第一步，就是看穿这些糖衣毒药。面对野蛮的胁迫，我们不需要恐惧，只需要清醒。让我们一起守护台湾的民主，守护我们和世界平起平坐的权利。绝对不能让台湾的自由沦为别人手中操纵的工具。